一个不相信美国、不想要战争的澳大利亚，会不会减弱美国干涉中国的决心？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罗小飞。大家呢应该还记得，前几年莫里森当澳大利亚总理的时候，达顿当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的时候，就是曾经有这么一个阶段嘛，澳大利亚表现出了对台湾问题还有南海事务的异常积极，甚至还摆出了一副美国跟日本参加与中国战争的时候，澳大利亚海空军也要上战场那个架势，导致了中国网友很认真地审视了澳大利亚海空军实力，并且给予了非常符合唯物主义的鄙视。然而时过境迁啊，莫里森下台之后，工党赢得大选，澳大利亚保持清醒的人果然说真话说实话的声音大了很多。美国广播公司上周搞了一个访谈，邀请了4个在澳大利亚军界资历深厚的老军人，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与中国开战对澳大利亚意味着什么。这4个人是前国防部战略与情报部副部长休斯·怀特教授，海军上将克里斯·巴里，1998年到2002年他是澳大利亚国防军总司令，还有艾伦·本是前国防部国际政策与战略司司长，还有克林顿·菲尔南德斯教授，这位教授以前是澳大利亚军方的情报官。这4个人的共同点是都曾经有接触澳大利亚最高等级军事机密的权利，都参与过军事行动。美国广播公司说这4位是澳大利亚最有经验的军事战略专家。然而采访结果让美国人震惊的是，这个震惊不是我说的啊，是美国广播公司原文啊。这4个人的一致意见就是所有人都同意，无论有没有澳大利亚的支援，美国都无法赢得针对中国的战争。海军上将克里斯·巴里说，澳大利亚人口稀少，与中国发生任何战争，澳大利亚都是受影响最大的那一个，而且是要陷入贫困的。艾伦·贝姆就是前国防部国际政策与战略司长，他说，如果美国跟中国未来5到10年内开战，对美国来讲最好的结果也就是陷入僵局。而且他认为，鉴于中国军队现代化还有能力建设的速度，到了2035年以后，更有可能是美国要输到战争。而休怀特就是前战略与情报部副部长说无论澳大利亚是否参战，中美冲突对全世界都是毁灭性的。如果发生战争，澳大利亚与中国还有其他主要东亚伙伴的所有贸易都将停止，经济将陷入瘫痪，并且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可能恢复。特别是如果参战，哪怕是允许美军从驻澳基地出发展开行动，那么澳大利亚都很可能面临来自中国远程火力的直接攻击。谈到台湾问题，几位专家认为双方都是全球装备最精良的力量，各有优势，但是从长远来看，台湾对中国比对美国更重要，所以他们表示看不出美国如何能够在不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对中国造成足够的伤害，能够迫使北京在台湾问题上让步。而且呢，他们也看不出美国会愿意为了台湾而冒着中国对美国本土进行核报复的风险。因此他们认为美国或者澳大利亚因为台湾问题跟解放军开战本身就是错误，澳大利亚应该使用一切可用的手段来避免跟中国发生战争。政治家不能像媒体一样炒作战争，媒体们总是渲染中国试图破坏国际规则，中国没有签某些条约或者没有遵守某些条款，这些都是说教和恐吓。澳大利亚自己也做不到遵守所有签署的这些国际条约，因为有些条款对澳大利亚也不合适，所以没有资格强求中国。正确做法应该是各国一起刻苦努力，克服观点差异。面对美国媒体这么说话，这4位老兵差不多就是当着和尚骂贼秃。不难看出，曾经被我们很多人视为美国最忠实盟友的澳大利亚，对美国的信心也是严重欠费了。那么在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的时候，美国会发现再也没法跟当年在朝鲜或者是伊拉克一样有众多的盟友，美国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孤立。希望更多的美国人能跟这4位澳大利亚老军人一样，可以面对现实。